甚至说每天都要来这里看这里的进度，就怕有人上来捣乱，要上来协调一些工作。最近开展的都还是比较顺利，开挖掘机也是很辛苦的。最近天气也开始热了，在里面工作很热的，像这样一点一点的翻地，是一个很无聊的工作，很枯燥。一个人在这里，这些地全都翻完了，还挖了一些小路上去。这些荒废了几十年的地，再一次把它合理的利用起来了。要是不种枫糖梨的话，这些地永远都不会有人再来种庄稼。人工来开采也开采不出来。这个草的根已经扎进了很深的地层里面了。那块地是组长的，组长他媳妇儿好像不愿意拿出来，然后张支书说，他们这些做工作的，如果说都不愿意把地拿出来的话，人家其他人肯定有意见。现在就说劝组长把这块地拿出来，拿来一起种枫糖梨。不知道他愿不愿意。如果说他都不愿意的话，到时候其他人也不愿意拿出来，那就麻烦了。这块地是组长他女婿的，也让他挖出来，因为像组长一直在给这些村民做工作，让他们把地拿出来。要是他自己的地都不愿意拿出来的话，那到时候这个工作肯定就没办法做了。毕竟他也是在社区里面工作嘛。看，就几天时间，这里的地基本上都全都挖出来了。现在师傅下班了，要去吃早饭了，再来开挖。你这把摘了，他有那个都没喽。好快就没了。油价拿上价了，比如卖，就是说卖到8、9、9千。但是油价又起来了，不是？你拿上价了，我就买个细的来喂，要喂吗？长是哇，你喂的时候的喂大了，喂之后长又不长了，轻当然的，我的意思，我听得清楚了以后啊，所以不能喂了，就不能喂了。因为组长自己都在做别人的工作，要是自己家里的工作都做不通的话，那就不好弄了。现在这里种枫糖梨以后也不让调流了，一样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来种的。组长说他也要做出带头作用，要去劝奶奶把地拿出来种枫糖梨。奶奶说她还想用来种2年稻谷，以后再拿出来。人家老板想的是，种枫糖梨就要一起种，不然到时候再来种的话就晚了。爷爷说把牛卖掉，不养牛了，猪也不养。爷爷是稻谷也不想种了，但奶奶想种。昨天那位爷爷摔跤后把牛也卖了，他们的子女把牛卖了，然后又不让他养牛了。你看，为了放牛，摔了一跤，治病的不够。他们在这里砍柴。这上面这一地也种是吧？只有种。哦，这路两边都要种枫糖梨。是这一江的哈，这一江的我跟他。等这个枫糖梨开始增熟了以后，这条路应该也会硬化，到时候就方便多了。你梨子成熟了，可能这条路也得硬化哈。这个种下去了，我们50觉就要推它要把这个路的话，有些残留。只是说到时候可以把这条路给它硬化了，硬化到那边去就方便了。大家看，挖地已经挖到这里来了。奶奶说，修这条路的时候占他家的地占的太多了，以后硬化的时候只能硬化2米多宽，不能硬化太宽，只能够1辆车过那种。到的时候我就靠那边到。我靠，我晓得，像这个种的时候还牛宽了牛宽。大家看，这老一辈的人都很在意他的地，都不愿意占的太多。爷爷他们在这里吃饭，我说让他们到我家去，他不去，那我们就让张支书到我们家去吃吧。这位爷爷他们建了新房子，昨天把那个地坪也打出来了。俺也有水，现在地坪打出来了。俺也给了，俺也。这房子修好了，地坪也打好了。打好的，这到好多晓得。
大家看他们的地坪这么宽，像一栋房子的说去看一下他们的房子，看一下他们昨天带的水泥地面，这个地面到好了就特别漂亮了，坐着也舒服。这个房子，哎，这么宽的坝子，要是我们有这么大的坝子就好了。看来它这个地面昨天才到的，今天就可以踩了。这个才花1万几，到中间到中间才1万几，安逸哦。哦，还要弄栏杆，他们还要弄护栏，哇，太爽了这个。哇，老板亲自下厨啊！有没有看我？老板嘞，这种风塘里的老板在这里自己做饭。这样他们说我的方便点吃了，一要不给来几斤，我们老板别来，没问题。不是说不说的。是做的桌石，用来为桌的。他们弄这个水泥地面一共花了12000块钱，还要花4000多用来弄这个护栏。你看，在农村有这么大的院子，然后有小孩的话，在这里玩车是特别好高兴的。你看，老人家的乐趣就是这样，辛苦一辈子，就是为了哄小孩开心。哇，太舒服了，这个坝子，好羡慕。这下面还可以用来放一些农具、柴火之类的。大家看，他们这棵桂花树好漂亮呀，像一颗棉花糖一样，棒棒糖。大家看，这是野生的樱桃树，特别美，满山遍野都是这种树。刚刚打电话说，最多1个星期就要来开始砌这个宝坎。哦，那老板太忙了，其他工地也在弄，所以说没有挖机过来，这里就先搁置了，因为这里那个工程款可能有点慢，到时候你还得跟他说，我们说没用。我跟他们说到2根树不砍，2根这2根树都没别砍，主要是看这根。不菜都是没菜。把妹妹推过来。妹妹。